被誉为世界第一美少年，却无时无刻不想毁了自己的脸。美貌对于有些人来说呢是锦上添花，但对于这个伯恩·安德森来说却是一个恶毒的诅咒。1970年，导演卢奇诺·维斯康蒂正在为这个新片《断魂威尼斯》呢寻找一张完美的少年面孔。他的要求近乎是变态那必须是一张不食人间烟火，能够让剧中老艺术家心甘情愿为其沉沦毁灭的脸。他面试了3000多个美少年都不满意，直到在瑞典15岁的伯恩·安德森走了进来，维斯康蒂的眼睛瞬间就亮了。那金色的长发，雕塑般的轮廓，尤其是那双装着整片北欧滨海的蓝眼睛，简直就是上帝亲手捏出来的艺术品。这对于安德森来说这不过是一份暑假工而已。他并不知道自己踏入的并不是剧组，而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名为艺术的猎场。试镜的时候呢，导演让他把上衣脱掉，这镜头呢便像贪婪的触手，一寸寸的审视着他年轻的身体。他感到的是冒犯和不安，但在场的成年人看到的却是艺术和完美。为什么一个15岁的少年面对这种不适却无法说出口呢？因为在他那张俊美的面具之下呢，藏着一个破碎的灵魂。5岁的时候呢，父亲离家出走；10岁的时候呢，母亲自杀身亡。今日离下的他像是一株敏感的含羞草，极度缺爱，又极度渴望被认可。所以当维斯康蒂这位艺术权威向他伸出手的时候，他抓住的是一根他自以为的救命稻草。1971年，《魂断威尼斯》在戛纳首映维斯康蒂呢用世界第一美少年的噱头，成功的引爆了全球舆论。安德森是一夜之间呢，从一个瑞典的普通学生变成了全世界的目光焦点。在发布会上呢，导演用法语开着残酷的玩笑，他已经16岁了，太老了。全场是大笑听不懂法语的安德森呢，只能跟着一起陪笑。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呢，正像是这个笑话一样，在他无法理解的喧嚣中是迅速失控。这顶桂冠呢，变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囚笼，他被剧组的人带去各种龙蛇混杂的派对和沙龙，像是一个稀有的宠物一样被展示。他成了欧洲名利场上一个行走的性感符号，被迫接受各种油腻露骨的欣赏。安德森的悲剧并非是孤立，他像是一个不断重演的诅咒。20年之后呢，另一个同样拥有惊世美貌和破碎童年的少年爱德华·弗朗被从街头一眼相中，出演了这个《终结者2》里的约翰·康纳。他那双同样是叛逆又脆弱的眼睛呢，让他是一夜之间火遍了全球。但是相似的剧本呢再次上演，弗朗呢同样没能抵得住名利场的巨大腐蚀，在酒精和毒品和混乱的私生活中是迅速沉沦。那个曾经惊艳全世界的叛逆少年，最终呢成了一个身材走样、官司缠身的憔悴中年人。弗朗的故事不是安德森的对照而是他悲剧的再一次回响。他们共同指向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对于一个没有保护伞的脆弱少年而言呢，惊人的美貌和才华恰恰是通往毁灭的燃料。很快呢，更恶毒的攻击向这个安德森袭来。导演圈子里一位备受宠幸的红星感受到了安德森带来的威胁，嫉妒的火焰点燃了一场恶毒的舆论绞杀。买通媒体开始疯狂的杀死安德森，今天爆料他死于车祸，明天呢杜撰他吸毒过量，最阴险的一次呢将他卷入了好莱坞男星萨尔米涅奥的这个谋杀案中。媒体疯狂的暗示俩人的关系匪浅，将安德森呢塑造成一个危险的蛇蝎美人。在那个保守的年代，这种脏水足以淹死任何人。尽管法律最终还是还了他清白，但他的名声呢已经臭不可闻。欧洲影坛对他是彻底关上了大门，被逼无奈呢，他只能逃往日本可他没有想到，那是一个更狂热的囚笼。他成了日本少女漫画的活体缪斯，被封为是美少年之神。这背后其实有一种很有趣的文化现象，叫做少年爱，完美契合了当时日本社会对中性美少年的所有幻想。于是呢，他被更彻底的商品化了。这索尼公司压着他的一切，让他一晚上赶7个场子，为让他保持精力经纪人呢会给他吃成分不明的红色药丸，粉丝们呢会潜入酒店呢偷他一缕头发他就像是一块被放在烤架上的肉，每一个人都想来分一杯羹，却没有人问他烫不烫。心理学上呢有一种阿多尼斯情节特指这个男性呢对于自身的外貌过度沉迷和焦虑。但是安德森的情况恰恰相反他是被外界强行推上了阿多尼斯的神坛，被迫呢接受了万人审判，最终呢对于外貌产生了极度的憎恨。终于呢他再次逃跑了逃回了瑞典。他发誓要埋葬过去，他开始刻意毁掉自己的容貌，蓄起了长发胡须，做最普通的工作。他只想做一个能够被遗忘的凡人。他结婚生子一度以为自己终于逃离了诅咒，可是命运呢似乎从未想过放过他。他9月大的儿子因病夭折，这成了压垮他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妻子是在悲痛中离去，他的人生呢彻底跌入谷底，酗酒潦倒，迅速衰老。那张曾经惊艳世界的脸呢，终于被岁月和苦难是彻底改变了模样。他终于如愿以偿的丑了。为了养活女儿，他去当了一名音乐老师在孩子的世界里呢，他只是一个会弹琴的伯恩老师，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这份单纯成他后半生唯一的慰藉。所以你看真正诅咒安德森的是那张脸吗？不是的，是那张脸背后那个孤立无援的破碎的灵魂。美貌呢只是一个放大器，它放大了他童年的创伤，也照出了人性最深处的贪婪与恶意。他就像是一杯怀揣着绝世珍宝却一丝不挂的走进了丛林里的孩子。每个人都想来抢夺
多，却没有人想过要给他一件衣服。当眉毛没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和健全的保护体系去支撑的时候，它就不再是礼物，而是一场灾难。在他62岁时啊，他说Det var inte riktigt mindre, så att säga. 是的，美没有错，错的是这个世界呢，有时候真的配不上那份极致的美。